2026年7月，有一个数字开始在全球金融圈里流传，120万。这不是某一档股票的成交张数，也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市值，而是韩国有整整120万个证券账户，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同时收到了券商发出的追加保证金通知。而在这120万人当中，有32万到46万人最终没能补上那笔钱，他们的账户被券商全额强制平仓，本金归零。有些人甚至到欠券商一笔这辈子都还不完的债。韩国的成年人口大约3500多万人，换算下来，平均每30个韩国成年人里面就有1个人在那个夏天被追缴了保证金。这不是电影情节，也不是财经节目为了收视率下的夸张标题，这是真实发生过，而且到现在余波都还没有完全散去的事。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这些人的年龄。根据韩国券商与外资机构的统计，在那些被强制平仓、本金归零的账户里面，20到30岁的年轻人占了整整 62%。 也就是说，倒下的不是那些在股海里浮沉了30年的老手，而是一整个世代刚刚起步的年轻人。他们把当兵存下来的退伍金，把准备结婚的聘金，把父母给的购屋头期款，甚至把提前解约的退休准备金全部压在了2档股票上面。而那2档股票的名字你一定听过，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当时华尔街日报用了一个让韩国人听了很不舒服的比喻，他们说韩国股市正在上演现实版的鱿鱼游戏。而更刺眼的是韩国金融监督院后来公布的一组资料，金融资产不到3000万韩元的小资族，把手上高达 23% 的资产压在这些杠杆商品上面，而同一时间高净值族群投入同类商品的比例只有 9%， 承担风险的那座天平明明白白地倒向了资产最少、最输不起的那一群人。这句话值得我们读第2遍。在这场游戏里，赌得最重的永远不是最有钱的人。可是问题来了，就在这场崩塌发生的1个多月之前，韩国股市明明还是全世界最风光、最让人羡慕的市场。2026年上半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整整翻了1倍。6月19日，这个指数冲上了9385点的历史最高纪录。韩国股市的总市值一度突破5兆美元，超越印度，一跃成为全球第6大证券市场。当时全世界的财经媒体都在写同一个故事，韩国奇迹。那为什么短短40天之后，同一个市场会变成一台绞肉机？为什么一个由真实获利、真实订单、真实出口数据撑起来的牛市，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公司倒闭、没有任何财报造假的情况下，把几十万个家庭的资产瞬间清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三星或 SK 海力士的财报有什么问题，也不在于人工智慧的故事是不是一场骗局。真正的答案藏在一个很少有人真正看懂的地方，一个叫做每日再平衡的机械动作里面。今天我们就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拆开来看，因为这场风暴的每一个环节，对于同样重压半导体、同样热爱杠杆商品的我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要理解崩塌，得先理解这场牛市是怎么盖起来的。故事要从2025年说起。那一年6月，韩国选出了新总统李在明。他上任的时候，韩国股市刚刚从一场政治风暴中回过神来，指数还在2700多点附近徘徊。而李在明有一个在当时听起来相当离谱的竞选承诺，他要把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推上5000点。他的幕僚私底下都觉得这个目标太激进了。可是这位总统做了一件在全世界政治人物里都很罕见的事，他在大选前几天自己掏出4000万韩元买进了韩国本土的股市指数 ETF， 并且公开承诺，如果当选，未来5年他每个月都会再投入100万韩元。他没有食言，而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推动了一整套实质的改革。韩国股市常年被全世界贴上一个标签，叫做韩国折价，意思是同样的获利水准，韩国公司的股价就是比别人便宜。原因不在于企业不会赚钱，而在于财阀的治理结构。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掌控三星帝国的李氏家族，账面上直接持有的三星电子股份只有大约 1.44%。单看这个数字，他们跟一般散户、一般法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透过交叉持股与库藏股这2套隐蔽的架构，他们却牢牢握住了整个集团的话语权。所谓库藏股，
是上市公司拿自己的钱把在外流通的股份买回来，然后放在账上不注销。这类股份不参与配息，也不计入每股盈余，而韩国旧版商法对它的表决权界定又相当模糊，这个漏洞被财阀用到了极致，形成一种明面上持股很少，暗地里控制权很大的特殊格局。小股东出了钱，却几乎没有声音。李在明政府做的事，就是把董事对全体股东的忠实义务、制衡大股东、强制注销回购的库藏股这些内容一条一条写进商法里面，同时推出企业价值提升计划，改革股息税制，严打市场违法行为。这些改革本身，我们必须说方向是对的，制度改善加上另一件更巨大的事同时发生，那就是人工智慧引爆的记忆体超级循环。这件事的规模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产业。人工智慧的运算晶片速度快得惊人，可是再快的运算单元，如果资料喂不进去，也只能空转。这就好比一个能1秒钟算完100道题的天才，却只有一根吸管那么细的管道把题目送到他面前。高频宽记忆体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瓶颈。他的做法是把好几层记忆体晶片像大楼一样垂直堆叠起来，中间打上密密麻麻的垂直通道，让资料可以同时走几千条路进出。这种技术的良率极难掌控，堆叠的过程只要有一层对不准，整颗晶片就报废。全世界能稳定量产的，主要就只有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2家韩国公司，再加上1家美国厂商。换句话说，当全世界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盖资料中心的时候，他们的采购清单上有一个项目绕不开首尔。这不是题材，这是实打实的订单。韩国6月的出口年增 70.9%， 创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强的年增速度，经济季增幅度创下近6年新高。政府甚至把2026年的成长预测从 2% 上调到 3%， 比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还要乐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组合，制度性的重估加上基本面的爆发，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市场，外资像潮水一样回流。2026年1月22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度站上5000点，李在明的竞选承诺兑现了。可是市场没有停下来，2月底指数已经站上6244点，前2个月就狂飙 48%， 全面领跑全球股市。接着4月站上7000点，5月26日站上8000点，6月18日突破9000点。而在这一整年里， SK 海力士的累计涨幅高达 258%， 三星电子也涨了 163%。 6月22日 SK 海力士的市值正式超越三星电子，完成了韩国龙头企业一次历史性的换位。到6月19日，指数停在了9385点，而总统本人那笔象征性的持股账面获利超过1倍。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画面，韩国总统成了这一轮牛市最有说服力的一块活招牌。当一个国家的元首用自己的钱在市场里下注，并且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你要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相信股市有风险，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在这片欢腾底下，韩国股市的结构其实已经扭曲到了危险的程度。这里我们要讲一个关键概念，叫做指数结构杠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涵盖900多家上市公司，听起来很分散，可是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2档股票在指数里的市值占比，从2025年底的 34%一路飙到5月底的 49%， 到7月中更达到 52%。 换句话说，这个看似有900多家公司的大盘，实际上已经变成一档只有2档成分股的 ETF。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这2档股票同时下跌 10%， 就算其余900多家公司的股价一动也不动，整个大盘也会直接被拖下去 5%。 韩国交易所后来做过一次测算，6月23日那场单日下跌 9.99% 的大跌，如果把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2档剔除掉，其余所有公司加总起来的真实跌幅甚至不到 1.5%。 一整个国家的股市系在2根柱子上面，这种集中度在全球主要市场里是找不到第2个的。而其实警讯早就出现过了，只是没有人愿意当一回事。2026年上半年这场大多头并不是一路平顺的涨上去的，光是在崩盘之前
全市场熔断就已经触发过5次，分别在3月4日、3月9日、6月8日、6月23日与6月26日。6月8日那天，指数单日下跌 8.29%，6月23日更是暴跌 9.99%。可是每一次大跌之后，指数都很快涨了回来，而且创下新高。到6月底，即使经历了2轮重挫，指数的年内涨幅依然维持在80%上下。这就造就了一种非常危险的集体记忆，每一次跌都是买点。当一个市场连续5次用事实教会你逢低买进，你很难在第6次的时候突然改口说这次不一样。这里顺带解释2个名词，因为后面会反复出现。熔断指的是当指数在短时间内跌幅超过某个门槛时，交易所会强制暂停全市场交易一段时间，让所有人冷静下来。而在熔断之前，还有一道更轻的机制，叫做卖方暂停，它只暂停程式化交易的委托5分钟，用来缓冲那些机器单一次涌出来的冲击。这2道机制都是保险丝，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设计市场的人早就知道机器会恐慌，而且机器恐慌起来比人快得多。还有一个更少被讨论却同样关键的背景，那就是韩国散户本身的性格。韩国国内有学术研究指出，韩国人出现赌博成瘾的几率比其他国家高出2到3倍。这种根深蒂固的性格延伸到资本市场，就演变成极端激进的投资风格。韩国有超过1400万名散户投资人，很多人并不满足于正股的常态报酬，而是习惯用信用贷款、用券商融资把本金放大。截至5月底，韩国各类散户杠杆投资的规模已经达到大约60兆韩元，而光是用于股票交易的融资余额，6月就冲破了38兆韩元的历史新高。散户融资交易占市场活动的比重达到 35%， 平均杠杆倍数大约3倍，一片干透的柴薪就这样堆满了整个市场。而真正把引信点燃的是2026年5月27日发生的一件事。这一天，韩国交易所正式挂牌了16档以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为标的的单一个股2倍杠杆型与反向 ETF。 我们必须公平地说，韩国监管单位推出这批商品，动机并不是要坑杀散户，恰恰相反，他们的出发点听起来甚至有点合情合理。当时韩国散户正在疯狂抢购在香港与美国挂牌的同类杠杆商品，资金大量外流，换汇需求还让韩元承受贬值压力。监管单位的想法是，与其让这些钱流到海外去买一个我们完全管不到也保护不了投资人的商品，不如把它引导回国内，放进我们自己的监理框架里面，这样至少还能设下门槛，还能要求风险揭露。为此，他们甚至规定投资人必须具备1000万韩元的基础保证金，而且要完成长达2个小时的强制投资教育课程才能买卖这类商品。到5月25日，已经有超过14万名韩国人报名了这门课。听起来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市场的反应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挂牌第一天，光是个人投资者对其中一档 SK 海力士单一个股杠杆 ETF 的单日净买超就达到6908亿韩元，直接刷新韩国挂牌 ETF 史上个人单日净买超的记录。到6月19日，个人投资者累计净买入这些多头杠杆 ETF 的金额大约是 8.2 兆韩元，其中押注 SK 海力士的约 4.6 兆，押注三星电子的约 3.7 兆，而同期间买进反向产品的只有大约 0.3 兆。也就是说，这些钱几乎是一面倒地，全部压在涨。到6月底，这16档商品的净资产已经达到16兆韩元，单日成交金额一度冲到14兆韩元。更要命的是，这些钱的来源，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资金并不是凭空从银行存款流进市场，而是从原本比较分散的半导体类股 ETF， 从追踪大盘的指数 ETF 里面一笔一笔搬过来的。投资人做了一件在牛市里看起来非常聪明的事，他们把分散的报险换成了集中的报险，然后再乘上2倍。到6月19日，SK 海力士相关杠杆 ETF 的资产规模已经膨胀到 9.15 兆韩元，三星电子相关产品则来到 5.22 兆韩元。现在我们要来讲这场悲剧最核心也最违反直觉的那个机制，2倍杠杆 ETF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很多人以为买了2倍杠杆，就是标的涨1倍我赚2倍，标的腰斩我亏光，就这么简单。但真相要残酷得多。这类商品承诺的是单日2倍的绩效，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基金经理人每天收盘前都必须把保险部位调整回2倍。我们用最简单的数字来看，假设今天这档 ETF 的净值是100元，那它必须持有相当于200元的标的保险。现在标的股票跌了 10%，200元的保险亏掉20元， ETF 的净值就变成80元。可是这时候他手上还握着180元的保险，而按照规则80元的净值只能对应160元的保险，怎么办？他必须在当天收盘前卖掉20元的股票。看懂了吗？股票跌了，这档基金不但不能捡便宜，他还被合约强迫必须在下跌之后卖得更多。而反过来，当标的上涨的时候，同样的公式会逼他在上涨之后买得更多。这在衍生品的世界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负伽马。它的白话翻译是，这是一台跟趋势同方向踩油门的机器，市场往上，它推你更快往上；市场往下，它踩着你更快往下。还有一个更残忍的细节，叫做波动耗损。假设一档股票今天涨 10%， 明天跌 10%，2天下来股价只小亏 1%。 可是2倍杠杆的商品呢？今天涨 20%， 明天跌 20%，2天下来会亏掉 4%。而如果这样的来回震荡持续1个月呢？1年呢？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原始公开说明书都会白纸黑字写着，这类产品是短期交易工具，不适合长期持有。可是根据后来的统计，这16档商品的持有人里面，有高达 92% 是个人投资者，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把这些东西当成了可以放着等的长期投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具体的画面，一个26岁的年轻人退伍时存下2000万韩元，他花了2个小时上完那门强制课程，觉得自己已经懂了。他不知道的是，这台机器每天收盘前都会在他背后默默地执行一道公式，而那道公式不问他的看法，不问他的成本，也不问他还能不能撑。而当这样的机器规模膨胀到 11.9 兆韩元，而且它的标的又刚好是占了整个大盘1半以上的2档股票时，会发生什么事？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算过，这些单一个股杠杆 ETF 每天光是为了维持2倍保险而产生的机械性再平衡交易规模就在7000亿到 2.1 兆韩元之间，而且集中在收盘前那短短一段时间爆发。更可怕的是，这个规模会自己长大。研究院发现，6月10日到19日之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的资产规模增加了大约 4.31 兆韩元，其中有 3.6 兆根本不是新投资人申购进来的，而纯粹是标的上涨导致的净值膨胀。也就是说，就算一个新投资人都不进场，光是市场上涨这件事本身就会自动制造出更大的明天必须执行的再平衡压力。一台会自己越长越大的绞肉机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只有2根柱子的市场里，剩下的只是等一个火花。火花在6月22日出现。这一天，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公开承认，当初核准这批杠杆商品时准备的过于仓促，并且表示正在研究稳定市场的措施。这句话的杀伤力不在于监管要禁止交易，而在于它打破了一个预期。在此之前，市场相信政策是站在这批商品这一边的。这句话一出，所有人第一次认真开始计算，如果政策转向，这台机器会怎么样？隔天6月23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单日重挫 9.99%， 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同步跌超过 12%， 整个市场触发全面停牌20分钟。这是第一根大阴线。但真正诡异的是这一天之后的数据，强制平仓金额从前一天的约199亿韩元跳升到424亿韩元。可是与此同时，散户的未结算应收款反而增加了1816亿韩元，信用融资余额依然稳稳地停在38兆韩元附近。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第一天暴跌并没有让投资人开始还债，恰恰相反，有一大批人在下跌的过程中继续借更多的钱进场摊平。市场当时的集体心理非常清楚，这只是监管讲了几句话造成的技术性错杀，是捡便宜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了整个故事里最令人不忍的一段。
6月24日与25日，指数分别反弹 3.26% 与 5.42%， 到25日收盘时，距离高点只剩下大约 2%， 表面上一切都恢复了。可是水面之下，两件完全相反的事情正在同时发生。一边，6月24日的公开统计显示，强制平仓金额达到约1108亿韩元，那是前几天没能及时补钱的旧账户正在被券商一个一个清掉。另一边，同一天，全市场的信用融资余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5392亿韩元，创下 38.63 兆韩元的历史新高。旧的账户正在爆仓，新的账户正在借更多的钱进场接手。这一天成了整轮行情里信用融资余额的最高点，而它不是发生在暴跌之前，是发生在第一次暴跌之后。这根本不是去杠杆，这是在去杠杆的半路上重新加杠杆。而支撑这波反弹的力量里面，除了散户抄底与空头回补，还有一个角色，就是那台机器。标的涨了，杠杆 ETF 被公式逼着追买，于是涨得更多，于是吸引更多人进场。第三个阶段，从6月26日开始，指数再度下跌 5.81%， 到6月29日，韩国的波动率指数冲上 97.99 的历史最高水准，而2025年底这个数字还只有 28.85。 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变化不在任何一天的涨跌，而在于持股结构的转移。2026年上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累计净流出约708亿美元，光是6月就净流出 126.3 亿美元。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外资卖出并不代表他们判断韩国经济或半导体获利要崩了，真正的原因平淡得多，那就是集中度控管。当三星电子、SK、海力士这几档股票在全球基金的权重迅速膨胀的时候，不论是被动基金还是主动基金，都必须依照风控规则降低单一国家、单一产业、单一个股的比重，这是一套机械式的纪律，跟看不看好无关。共同基金卖出约75亿美元，退休基金卖出约 43.5 亿美元，避险基金卖出约 18.7 亿美元。那么这些被卖出去的股票是谁接走的？答案是韩国散户。光是6月1个月，韩国个人投资者就净买入了大约 42.4 兆韩元的韩国股票。这句话的重量可能需要停下来想一下，他的意思是，在那一个月里，全世界的专业机构把风险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卸下来，然后由韩国的一般家庭用现金、用融资、用杠杆 ETF 一笔一笔接了过去。风险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承担者，而新的承担者抗风险的能力远远更弱。7月一到，产业的火花终于出现。7月1日下跌 2.04%， 7月2日暴跌 7.89%， SK 海力士单日跌 14.6%， 三星电子跌 9.1%， 日本的凯霞也跌超过 13.5%。 市场开始从讨论当前获利有多好，转向讨论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美国那些云端巨头的人工智慧资本支出还能维持多久？资料中心的建设是不是正在进入边际放缓？三星与 SK 海力士规划中那数千亿美元的新产能，会不会在2-3年后造成供给过剩？记忆体价格的涨势还剩下多少？请注意，这些都只是问题，不是答案。没有任何一份财报变坏，但在一个满手杠杆的市场里，光是问题本身就足够致命。7月7日是情绪层面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天，三星电子公布初步财测，第二季营业利益年增大约19倍。19倍，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里都应该是一根长红。可是当天，三星电子的股价下跌 6.9%， 盘中一度跌超过 10%， SK 海力士也跌了 6.1%。当一个市场连这种等级的好消息都推不动股价的时候，它在告诉你一件事：先前的预期已经高到连19倍的成长都不够用了。好消息不再是买进的理由，而变成了兑现的机会。同一天，外资净卖出约 2.9 兆韩元，个人投资者净买入约 3.2 兆韩元。而当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场的信用融资余额仍有约 29.7 兆韩元，只比6月下旬的高点少了一点点。也就是说，指数已经从高点
跌掉了 16%， 可是散户身上的债务几乎原封不动，价格在去杠杆，资产负债表没有，而且这时候警讯已经不止出现在半导体。同一天， LG 新能源因为电动车需求疲弱，预告第二季营业利益将下滑 77%， 股价跌 6.4%。 韩华海洋则因为加拿大潜舰标案选择了德国方案，单日重挫 22.7%。 这说明市场的风险胃纳正在全面收缩，任何一则负面消息都会被用比平常猛烈得多的力道定价。7月8日，指数再跌 5.35%， 相对6月22日的高点跌幅超过 20%。 技术上，这个全球最强的牛市正式进入熊市。接下来的事情开始以一种近乎机械的节奏发生。7月9日，指数其实只微幅上涨 0.62%， 可是当天公开统计的强制平仓金额高达约1422亿韩元。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强制平仓是有时间差的，股票先跌，投资人隔天收到追缴通知没补上，券商再过1-2个交易日才执行卖出，所以在暴跌的当天去看强平数字永远是低估的，真正的压力总是在几天之后才落地。而在2026年全年一共有6个交易日的强制平仓，金额超过1000亿韩元，其中5次都发生在5月27日那批杠杆 ETF 挂牌之后。7月10日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募资规模约265亿美元，是当时美国市场数年来规模最大的股权融资案之一。这件事本来是韩国企业国际化的里程碑，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它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跨市场杠杆通道，至少有10家基金管理机构立刻提交申请，想要围绕这档存托凭证再推出新的单一个股杠杆或反向商品。于是同一家公司的风险开始在首尔的本股、香港挂牌的2倍杠杆商品、美国的存托凭证、韩国的现货与期货之间来回传递。做市商必须跨时区对冲，而每一次对冲都会在下一个开盘带来新的跳空风险。然后是7月13日，这一天是整轮行情里最典型的瀑布式去杠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单日下跌 8.95%， 收在6806点，2个多月以来首度跌破7000点。SK 海力士单日重挫 15.37%， 创下挂牌1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当天外资净卖出约 1.73 兆韩元，机构净卖出约 2.2 兆韩元，而个人投资者依然逆向净买入约 3.88 兆韩元。与此同时，在香港挂牌的 SK 海力士2倍杠杆 ETF 当天跌幅超过 30%， 这一天的卖压可以拆成一条完整的链条。外资与机构主动降风险，加上杠杆 ETF 被公示强迫降低报险，加上融资账户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加上券商执行强制平仓，加上城市交易的停损机制被触发，5股力量在同一个下午撞在一起。而高盛的交易台后来统计，截至7月13日，全市场已有超过120万个散户杠杆账户触及追缴线，其中约32万到36万个账户被券商全额强制平仓。这就是我们开头讲的那个数字的来源。7月14日，指数盘中最低跌到6448点，相对高点的最大跌幅接近 29.25%。 可是同一时间去看数据，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场的信用融资余额大约28兆韩元，跟6月24日的峰值相比，只下降了大约 6%， 指数盘中跌掉将近30%，债务只还掉 6%， 这个对比几乎已经说明了后面必然还会有第二波。7月15日，指数暴涨 6.24%， SK 海力士涨近 13%， 三星电子涨近 8%， 有人以为底部到了，可是隔天7月16日，韩国央行3年来首次升息，把基准利率调升到 2.75%， 资金面进一步收紧。同一天，金融委员会宣布紧急措施，指数再度重挫 6.37%， 收在6820点。而整个7月最黑暗的时刻还在后面。7月25日，辉达宣布了一笔规模2500亿美元的担保案。周末期间，债券市场开始消化所谓循环融资的风险。7月27日开盘，辉达的信用违约交换价格单日跳涨14个基点，
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涨幅。紧接着，美股科技股遭到抛售，讯息传到亚太市场，日本与韩国的晶片股暴跌，杠杆 ETF 被动减仓，触发追加保证金，散户账户被强制清零。从华尔街的信用市场传到股权市场的机构，传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传到韩国指数，传到杠杆 ETF， 最后传到一个首尔年轻人的手机荧幕上。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而这条链条有一个残酷的特征，每往下传一层，讯息就更滞后一点，杠杆就更高一点，承受的冲击就更大一点。韩国散户站在这条链条的最末端，他们的讯息最慢，杠杆最高，损失最大。7月28日与29日，韩国股市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2天之内，韩国股市总市值蒸发约 864.5 兆韩元。7月28日盘中，指数一度重挫超过 10%。7月29日盘中跌幅超过 12%， 一度跌破5300点。首尔如意岛金融区的荧幕那2天不再闪动，只是整片死红。这里值得停下来看一组数字。韩国从2000年建立熔断机制到2025年底，整整25年，全市场熔断总共只发生过5次。而在2026年，光是到7月底就已经累计触发9次，其中4次挤在7月这一个月。30天的历史波动率突破 80%， 不止超过2020年疫情爆发时的恐慌，甚至突破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大约 70% 的极端峰值。7月整个月，指数累计下跌大约 33%， 市值蒸发超过2116兆韩元，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韩国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毛额。然后在7月31日，这个市场给了所有人最后一记重击，不是往下，是往上。这一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单日暴涨 17.91%， 收在6595点，创下这个指数自1983年设立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开盘才6分多钟，交易所就因为买盘太过汹涌，对2大市场启动了暂停程式化买进的机制。 SK 海力士飙涨 29.95%， 直接触及涨停。三星电子大涨 26.81%。 推动这波暴涨的是美股科技巨头前一夜公布的乐观财报，加上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公开揭露自己买进 SK 海力士股票，听起来像是圆满的结局。可是对于在前一周被强制平仓的那32万个账户来说，这一天是整个故事里最残忍的一段。他们的部位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被券商在最低点附近卖光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强制平仓不需要经过持有人同意。市场在他们离场之后，用一根历史级的长红证明了他们原本的判断方向并没有错。而这正是杠杆最恶毒的地方，它不只放大你的损益，它剥夺的是你等待的权利。你可以看对方向，却依然被市场清出场外。现在我们把镜头从数字拉回到人身上，这场风暴里真正的伤口并不在指数上。韩国散户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叫做蚂蚁投资人。在上半年那波大涨里，正是这群蚂蚁在外资卖超的时候一次次进场接盘，撑起了指数。而当潮水退去，最先被冲走的也是他们。花旗银行估算，散户光是在这批杠杆 ETF 上面的投资损失就高达58兆韩元。而在短短1个月里，韩国投资人的证券存款减少了超过27兆韩元。韩国经济新闻报道过一位39岁的上班族崔先生，他上个月把原本要拿来买房的大约8000万韩元投进了半导体股与杠杆 ETF， 股价暴跌之后，他的未实现亏损超过1800万韩元。他说他原本期待的是获利，可是亏损比想象中大得多。如果股价回不来，他的婚礼可能得延期。而崔先生的处境在整场风暴里其实还算幸运的，因为他至少没有爆仓。真正被清零的那32万人，故事多半没有被写出来。韩国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些让人心痛的标题，讲的是那些在牛市里被称作少年股神的年轻人，如今流落街头，甚至被迫转向利率高的离谱的地下钱庄。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细节，强制平仓并不等于归零，它可能比归零更糟。
当市场跳空下跌，券商卖出的价格如果低到连本金加借款都补不回来，那么账户的余额就会变成负数。这在韩文的报道里有一个很直接的说法，叫做资不抵债。也就是说，这些人不只失去了毕生积蓄，他们还从那一天开始变成了券商的债务人，而这笔债是有法律效力的，它不会因为市场后来涨回去而消失。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可能在几个交易日之内从有一点存款变成负债累累，而且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要理解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会这样孤注一掷，我们必须看懂他们背后的那道墙。2026年上半年，韩国20到30岁处于闲置状态，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在学的年轻人达到 42.7 万人，比2024年增加了 13.5%。首尔一户公寓的平均价格大约 15.7 亿韩元，一个30岁以下的3口之家，就算完全不吃不喝，也要存22年才凑得出头期款。在韩国有一个流行语形容这种投资方式，叫做把灵魂都掏出来去贷款投资。那不是形容词，那是字面描述。当一个社会的向上流动通道只剩下一条，而那条通道又刚好通往一台会自己加速的绞肉机时，会发生什么事？每逢股灾，韩国网络上就会涌现一些黑色幽默。有人问汉江的水冷不冷，有人说要去顶楼吹吹风。这些话听起来像玩笑，可是那不是玩笑。就在7月底，韩国官方宣布推出一系列针对经济危机家庭的自杀防治措施，用来因应债务压力引发的社会危机。当一个国家必须为股市下跌而启动自杀防治，这件事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投资盈亏，损失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举几个例子，规模最大的那一档 SK 海力士单一个股杠杆 ETF 从挂牌以来累计下跌约 45%， 相对6月高点回落超过60%。而在美国挂牌追踪韩股的一档3倍做多商品，价格从64美元一路跌到14美元，跌幅超过 78%。 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学，一个从高点跌掉80%的商品，需要上涨超过 400% 才能回到原点。如果你相信它会涨回来，你需要的不只是眼光，还有时间，而时间恰恰是杠杆最先夺走的东西。风暴很快从市场烧进了政治。7月29日，韩国财政部长与金融监管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致歉，承认当初推出单一个股杠杆 ETF 时审查不够审慎，未能预见极端波动，也未能保护好散户。在野党议员在会上直言，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座赌场，这些商品从一开始就不该获准上市。而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的一段话在网络上被反复转载，他说他很后悔，当初也许应该躺在地上把这件事挡下来。争议最大的是总统政策市长金融范。7月28日，正随李在明出访巴西的他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还不需要推出专门的股市稳定措施，并把这波下跌定性为市场寻找均衡点的重新评估过程。这番话在国内引发强烈反弹，被批评为涨的时候归功政府，跌的时候甩锅市场。而后来的国会听证会揭露，这条政策线最早可以追溯到2026年1月，正是金融范召集了多家大型券商负责人开会之后，金融委员会随即宣布将核准单一个股2倍杠杆 ETF。 8月3日，一位前首尔市议员正式透过申诉制度举报金融范涉嫌滥用职权，市场上甚至出现了要求启动国家赔偿追责机制的声音，而李在明的支持率也一路滑落到4%左右，创下他上任以来的新低。监管的补救措施来得又急又重，单一个股杠杆商品的最低基础保证金从1000万韩元一口气提高到3000万韩元，而且只认现金。过去可以按市值70%计入的股票、ETF、债券等替代担保品全部取消资格，卖出担保品所得的资金还必须等到实际入账之后才能采计。新的单一个股杠杆商品暂停上市审查，相关广告宣传一律禁止，最小交易单位从1股临时提高到20股。监管单位甚至开始研究参考香港的可变杠杆倍数机制，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紧急把杠杆倍数临时调降到 1.5 倍甚至1倍。新规上路之后，
单一个股杠杆商品的成交量迅速萎缩了90%。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投资人对杠杆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出口，不受新规限制的产业型杠杆商品，成交金额反而逆势成长。举例来说，追踪韩国半导体指数2倍的一档杠杆 ETF， 其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合计占比高达 62%。 与此同时，在香港挂牌的替代商品也成了资金的避风港。有韩国券商研究员因此提出警告，如果海外的韩股杠杆与反向商品规模持续扩张，他们的再平衡需求反而可能透过外资的动能交易，进一步放大韩国本地市场的波动。那么现在呢？截至8月上旬，这场风暴的余烬还在闷烧，指数在6200到6400点之间剧烈震荡。8月3日重挫 5.12%， 8月6日再跌 4.58%， 收在6296点，而到8月10日，指数收在6299点，用于股票交易的融资余额已经降到 27.4 兆韩元，写下年内新低，显示场内杠杆确实在快速去化。可是中信证券的研究指出，风险并没有完全出清。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然超过1000亿韩元，爆仓率停在 7% 到 8% 的高位，而市场稳定状态下的正常水准大约只有 1%。 至于估值，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12个月预期本益比一度降到 5.1 倍，创下历史新低。这个数字甚至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准。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价位，可是资金并没有大举回流，原因很简单，杠杆踩踏的底部从来不是由估值决定的，而是由杠杆出清的进度决定的。只要还有人在被追缴，只要还有账户在被强平，卖压就不会真正结束。当然，市场上也有另一种声音，高盛依然维持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2个月12000点的目标价，摩根大通则把目标定在12500点，但同时警告，如果情况恶化，指数仍有可能下探8000点。野村把这一轮去杠杆定义为一次重置，而不是趋势反转，并预期韩股会从杠杆牛切换成企业回购牛。事实上，8月10日就传出 SK 海力士正在研拟一套规模高达100兆韩元的股东回报方案，其中库藏股买回的金额可能达到40兆韩元，而外资在8月初出现了创纪录的买超，市场的另一半正在慢慢回来。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再拉长一点，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其实在人类的金融史上一再重演，只是每一次的道具都换了新的名字。1929年的美国，散户可以用10%的保证金买股票，也就是10倍杠杆。当市场开始下跌，经纪商发出追缴通知，卖压像雪球一样滚下来，最后演变成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全年重挫 42.21%， 整个国家最后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求援。那一年在韩国被称为国耻年。2008年的次贷危机本质上也是一场结构化商品把风险层层打包再层层放大的灾难。每一次被摧毁的都不是那些明显的骗局，恰恰相反，被摧毁的往往是当时最合理、最有共识、最多聪明人参与的那个交易。因为只有足够合理的东西才吸引得到足够多的杠杆，一个明显的骗局是不会有人敢借钱去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韩国的杠杆还有一个新的特征。有券商分析指出，韩国市场的杠杆其实分成2层，第一层是银行与非银行机构创造出来，可以拿去投资金融市场的资金杠杆；第二层则是杠杆型 ETF 这类金融商品本身形成的交易杠杆。这2层杠杆不是相加，而是相乘。一个人用信用贷款借来的钱，再去买一档2倍杠杆的商品，他实际承受的风险远远不只是2倍。而在2026年的韩国，这样做的人数以10万计。到这里，我们可以来回答最开头那个问题了：韩国股市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只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这不是一场基本面的崩塌，而是一场结构的崩塌。三星电子的获利是真的， SK 海力士的订单是真的，韩国7月半导体出口年增 180.6% 也是真的。这场泡沫最迷惑人的地方，
恰恰在于它从头到尾都披着一件非常合理的外衣。过去一整年，这两家公司的平均预期本益比始终维持在个位数，股价上涨主要是由实实在在的获利成长推动的，看起来完全就是理性投资的样子。它跟那种只有故事没有营收的泡沫长得完全不一样。正因为它看起来这么合理，人们才敢用杠杆去放大它，而这就是整件事最深的教训。真正杀人的从来不是坏公司，而是好公司加上坏结构。当一个市场的一半市值集中在两档股票上，当这两档股票上面又架着一台规模10几兆韩元，每天收盘前必须机械式追涨杀跌的机器，当持有这台机器的2%都是不会主动停损，只会被动离场的个人投资者时，剩下的就只是等一个火花，而火花永远会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并不遥远。就在韩股崩塌的同一段时间，台股在7月17日单日重挫2953点，收在42671点，创下台股史上最大单日收盘跌点。整个7月累计下跌超过3000点，是史上第2大的单月跌点。那天韩国股市刚好因为制宪节休市，韩国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让人心酸的话：休市不是好事，是少了一次逃命的机会。而我们的市场里同样有市值高度集中的全指股，同样有规模庞大的正向2倍 ETF， 同样有大量把短期交易工具当成长期投资标的的散户。韩国已经替全世界示范了一件事：杠杆型 ETF 在下跌时会如何自动放大跌势。这条路并不必然是我们的未来，但这条路上出现过的每一个代价都值得记在心里。那么从这场风暴里我们具体可以带走什么？我想至少有3件事。第一件事是要分清楚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好交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毫无疑问是好公司，他们的技术、订单、获利都是真的。可是好公司在错误的价格，用错误的工具，在错误的时间买进，依然会让人倾家荡产。判断一家公司值不值得拥有和判断现在该不该买是2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市场上大部分的悲剧都来自于把这2个问题混在一起。第二件事是要看懂你手上工具的说明书。单日2倍这4个字是这场灾难里最被忽略的4个字。它明白告诉你，这是一个以日为单位重置的工具，它的长期报酬跟标的的长期报酬在数学上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在震荡的市场里，就算标的原地踏步，2倍杠杆商品也会因为波动耗损而持续失血。有 92% 的持有人把它当成长期投资，这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那份说明书实在没有人真的读完。第3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那就是杠杆真正拿走的东西不是你的钱，是你的时间。一个没有杠杆的投资人，就算被套牢50%，只要公司还在，他还可以等3年，等5年。可是一个满手杠杆的投资人，他能等的时间由券商的追缴通知决定，而那通常只有2-3天。7月31日那根历史级的长红已经证明了一切，市场最终确实涨了回来，可是那32万个账户已经不在场上了，看对方向却依然出局。这是杠杆最诚实也最残忍的地方。最后，我想留下一个或许比赚赔更重要的问题。整场风暴里被讨论最多的是那台机器，是再平衡，是负伽马，是熔断次数。可是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点，就会发现机器只是工具。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会觉得自己除了跳上这台机器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当一个社会的房价需要不吃不喝22年，当40几万名年轻人处于闲置状态，当向上的阶梯被拆得只剩下一道，那么即使监管禁掉了单一个股杠杆 ETF， 禁掉了2倍，禁掉了3倍，那股想要一次翻身的力量还是会找到下一个出口。规则可以禁止商品，却禁止不了让人们奔向那些商品的那道算术题。这或许才是韩国这个夏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沉重的一份提醒。